男人戴着耳机在公路上自由骑行，却被尾随已久的警车跟踪。然而下一秒，还不等他询问情况，警察就说他自行车是偷来的，并说他们一路都在追捕男人。可查过男人的身份信息后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犯罪记录。此时的警察不肯善罢甘休，又对男人的背包打起了主意，结果发现里面竟藏有大量尾刀。当警察询问男人钱的来历时，男人赶忙解释，这钱是要拿去法庭保释弟弟。没曾想警察很快来了兴趣，赶忙找个奇怪理由扣下所有现金，同时还警告男人，如果对现场执法有什么不服，并且还想要拿回这笔钱，那警察会带着逮捕令直接抓他，还要把他关进看守所。假如他不做任何反抗手段，警察也将不会打扰他的生活。面对这种嚣张的明抢行为，男人也只能先选择屈服。可当他来到小镇法院后得知，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无法保释弟弟，即使男人拿出警察给的扣押单，也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，因为他们这个部门只认钱。等工作人员离开后，一名瘦小的律师就和他搭讪，当得知钱被警察全部扣留，便请男人喝起了奶茶，还表示警察的行为钻了司法漏洞，如果要打官司也有可能赢，但整个过程需要浪费2年的时间。显然男人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因为弟弟如果不马上保释的话，就会转往附近的州监狱，最终遭到其他犯人的折磨死去。于是律师建议他重新筹钱，确保在3天内保释弟弟出狱。随后男人打电话给朋友，希望能借钱给他，可由于当地没有银行，只能靠邮寄的方式进行汇款，并且每一次限额1000美元。无奈他只有静等朋友赶紧汇款。晚上男人因为身无分文，他也只能独自在小河边露宿。可拥有一身杀人技巧的他，怎么能咽得下这样的窝囊气？于是天一亮他就来到警局，谎称自己遭到了抢劫。然而在做笔录时，女警官察觉到了他很特殊，于是叫来了自己的同事，结果正是昨天抢劫自己的黑警。此时黑警还十分嚣张，表示敢报假警可是重罪。然而男人却没有一点胆怯，眼看双方快要发生冲突，这时的局长也过来帮着调和，还表示对男人涉嫌贩毒已经很客气，如果男人对警员继续骚扰，那警方也就只能将他关进监狱。眼看这就是一窝蛇鼠，男人也只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，只要警方退他1万用作保释金，剩余的钱男人也不再追究。局长听后态度急速转变，不仅答应了他的解决方案，还约好周一来警局接走他的弟弟。眼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，男人也好在野外又露宿了几个晚上。随后他按约定来到警局，可刚见到局长就被告知自己的弟弟在3分钟前被接走。为了让弟弟放心，他拼命地踩着单车追了上去，并嘱咐弟弟在监狱别暴露身份，而自己会赶紧筹钱，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保释出来。殊不知这一次对话竟成了兄弟俩的最后一面。随后他催促着朋友赶紧帮忙汇款，不料对方却遇到了困难，表示正被警察拿着搜捕令在自己的店里进行紧急搜查毒品，同时还抱走了他的保险箱。原来局长那天之所以痛快答应他，就是利用时间差调查男人，如今连最后的希望也被抹杀。于是他孤身一人来到警局门口，局长见状赶紧拿上配枪，大摇大摆地向着男人走去。可两人还没聊上几句，办公室那边传来了一封加密文件。На сторінці у Вікіпедії написано, що він навчає джиу-джитсу в 6-му полку морпіхоти. Один розум, будь-яка зброя. 听后警员赶紧提示局长危险，瞬间局长对眼前的男人开始警惕，可刚提枪就被抓住，并且快速夺下手枪进行拆解，然后反手抓住局长，以战术性动作进行牵制警员。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他立马推开局长，并快速滑到警员身后翻倒，迅速制服眼前的警员。眼看局长还有备用手枪，他又飞速跑向局长那边，并成功夺下左轮手枪后卸掉子弹，很快将两人控制进警局，然后逼女警将两人捆绑起来。随后来到他们的小金库，这里不仅堆放着大量现金，还有足以武装100人的枪支弹药。显然男人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他只让女警装上自己的钱，然后配合他演一场戏，拿上一把空枪押解自己走出警局，然后开车离开这个鼠窝。紧接着他第一时间来到法院，并将钱如数交给了工作人员。很快手续办完并传给了州监狱，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数名警察竟快速来到法院。Ти когось поранив? Навіть не зачепив. То він вийде? 还不等他得到回答，数名警察已经将他控制。为了不造成没必要的麻烦，他认真地举手配合。然而一名胖警察却拿出电击枪，对着男人背后就是一枪。可愤怒的男人极度愤怒，反手便扯掉了身后的电击枪。醒来的男人已经来到医院，在警官的陪同下接受医生的检查，确认男人没有其他问题后，便带着他返回了警局。此时局长提着猎枪走出大门，整装待发后，一同来到城镇外没有人的地方。局长丢出他剩余的钱，还给男人买了一辆汽车。在解开男人的手铐后，他告诉男人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弟弟在送进监狱的当天就被里面的人直接砍成了重伤。Я ж бляха казав! Зрозумій. Зараз ми хочемо почути від тебе не це. А що ви хочете почути? 局长让他先平复自己的情绪，这次找他来给出2个选择，第一就是拿钱开车永远离开小镇，
第二则是和警方争斗到底，但男人将会面临30年的监禁。如今事已至此，男人也只好选择妥协。然而当他再去看望弟弟时，眼前只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。第二天准备收拾行李离开，没曾想好心的律师肯送他一程，而作为本地律师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为他伸张正义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受尽屈辱，直到两人驾车离开小镇边界，警察才肯掉头返回。殊不知此时的女律师已经成为警察的另一个目标。很快她被门外的响声吵醒，紧接着她走出房门查看，直到打开卫生间的灯才发现水池里有个注射器，于是赶紧检查自己的手臂，果然自己被人注射了不明药物。就在她准备拿起电话报警，却在冰箱上看到了警局的标志，眼看自己很快就会体力不支，她赶紧拨通了男人的电话。得到消息的男人火速掉头返回，然而刚进入小镇就遇到正在巡逻的黑警。这次双方都没有废话，掏枪就对着男人疯狂射击。可面对前海豹队员教官，黑警属实落于下风，很快就被男人用电击枪制服，然后开车逃之夭夭。晚上他找到律师的家里，可对方竟已经躺在浴缸里。等律师彻底清醒后，他决定扳倒这一窝腐败的臭虫。紧接着他潜入局长家中，恐吓这个老家伙交出犯罪铁证。没曾想局长十分惜命，还不等使用手段就全部招了。随后他根据局长的交代来到警局，并把所有的犯罪证据拿到手。然而在准备离开时，同行的律师竟然被对方抓住。为了营救出律师，他直接加大油门撞了上去，并且挟持住了一个黑警。很快局长打来电话，约男人到一个叫叛军岭的地方见面，同时他会带着律师一起。然而此地早已被警方重兵把守，随着约定时间越来越近，男人也没有准时出现。于是警长通过定位找到男人的车，破窗后才得知里面只有人质。令局长没想到的是，男人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老巢。眼看自家被破坏，局长赶忙拿起配枪准备反击，可就在他刚打开铁门时，男人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喷子。但他并没有击杀对方，而是使用了常规的橡胶弹。突然女警冲了进来，男人不仅没有反抗，还举起双手乖乖配合，但还是趁机夺下了对方的手枪。为了不伤害无辜，他果断和女警谈起了条件。此时局长还想反抗，可还是被男人一枪制服。很快屋外就被其他警察包围，而里面的男人并不着急，他正搜集更多有力证据，然后向周警自首，同时还请求女警再次配合他，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。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女警这次决定站到正义的这边。当他把男人押出去后，试图着把他移交给周警手中，可那个胖黑警却坚决要将男人处死。Не треба, Еве. Усе гаразд. 一旁的警察感觉事情并非简单，果断上前阻止黑警。没曾想这个黑警仗着有枪示威，最终两方警察产生对立。突然一枪击中警察的大腿，原来是缓过劲的局长匆忙赶来，如今整个事态由他掌控。一旁没参与贪污的警察都看傻了。女警本想去呼叫救护车，却被局长立马制止，并向其他警员解释虚假情况。男人趁机拿起背包拖走受伤的警员，在局长等人的枪林弹雨下，他成功躲到了车后。局长本以为控制了局面，殊不知战斗这才刚刚开始。很快大量烟雾弹布满了整个门口，男人迅速将子弹推逃，然后把枪丢出反手擒拿警员，抓起他的手臂用力踩断，紧接着隐蔽身体，在持枪警察赶来前托起枪口，顺势将其翻倒在地。随后他转向一边爬进车底，在黑警的身后起身将其翻倒，并在辱骂声中就地正法。等解决完他后，男人快速跑向绑架律师的警车，同时打开车里所有的巡视设备，然后启动警察撞向前方。此时他带着受伤的警员一同逃跑，但刚开出一段距离，车胎就被其他黑警打爆，很快他们就被所有警车包围。突然女警赶了上来，她根本不顾局长的劝阻，毅然决然地撞向前车。此时的剧情发生大转变，逃犯不仅变成了重点护送对象，送往附近最近的医院，还把所有证据移交给了司法，而局长却被女警控制，并等待最终的法律制裁。至此影片结束。